有一个湖泊的项目是可以玩很多的项目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像游船啊、皮划艇啊等等等等。因为现在是属于冬季嘛，所以冬季而且现在是周三，今天不是周末，所以人会比较少，也会比较安静。但是这里重点大家听到哈，咱们这个湖是不是看上去特别平静，也特别美？但是它的水深，就它的深度啊，有35米的深。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专业，也不能说专业，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只懂一点点游泳技术的，或者说不会游泳的，我们下去玩一些项目，一些皮划艇啊，一些划船等等，最好是要佩戴一些安全措施会更加好。看一下我们的水面，很大的一个泳池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民宿的园区内，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探索。但我刚才一进入整个园区，空气是非常清新的，然后整个感觉就是一下子变得精神了。它的正前方是一个大的一个露营点，里面可以唱歌跳舞等等，还有面前有个很大的草坪。他们这里的一个主题是太空舱的形式，整个里面的每一间房都特别有独特，特别的独特有情，然后都是很海岛风哈。虽然它是在一座山里，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令人生动的故事，就是以前它这里是一个采石场，那采石场荒废以后呢，一群年轻人就把这里接手过来以后，就开始正式投入民宿，然后经过他们的一些设计呀、一些点缀啊、一些新的一些树木的一些花草的一些移栽啊等等等等，慢慢的越来越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到达的是他们的前台的接待中心，这里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很有趣的他们整个的游览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他们整个园区还是很大的，然后我最觉得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名称，但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这里有一个就是以12星座为名称的一个房间命名。那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开盲盒，看一下每一个名称每一个房间是怎么样的。这里有一个水幕，这个水幕的话，刚才他们给我介绍的是在这里可以体验路亚钓鱼，就是比如说你没有经验的，可以先在这里来感受路亚的感觉，然后再去到旁边可以钓鱼的地方，里面有很多的鱼。我的正前方还有很多的睡莲，去给大家拍一下。我特别喜欢睡莲，因为我觉得睡莲是一个很美，它的颜色真的很独特。然后这是一个小型的房间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以12星座命名的那个，更加有吸引力跟诱惑力。看一下，很漂亮啊，我好喜欢这个睡莲。我现在去到每个星座的房间那里，给大家拍摄看一下。
它里面今天阳光很充足，但是微风吹着也是特别凉爽、特别舒服的。还有这一条小河，咱们称作它为小河吧。这是他们人工造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，然后这条河流通向的是我们的一个天坑的位置。天坑也就是现在的有一个自然的水坑，也不叫水坑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开我们第一个盲盒，看一下是什么星座。这个房间，看一下看一下，马上到啦。看一下这是什么星座的房间哈。双子座，整个环境很安静，而且有很多鸟声，然后一些流水的溪流声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星座的房间。现在去探秘第二个房间。在我的前方，它这里其实是，如果你租赁一个房间，几个朋友可以一起来开一些，生日派对啊，一些露营 party 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好了，到我们的第二个盲盒，看一下这里是什么。射手座，好，看完了啊，我们现在继续开始第三个盲盒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如果是订这个房间，有很大的一个院子，可以小朋友在这里玩耍，干嘛都可以。房间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。有个小熊，还有个小布偶的一个东西，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是什么星座？我们看一下，处女座。好了，继续我们下一个盲盒。哇，这个更加私密，私密性更强哈。还有一个小小的露台，但他们的每个房间基本上也是有一个阳台对向外面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巨蟹座，看一下里面一个沙发。好，继续我们下一个房间。它这里的整个设计啊，特别海岛风哈，就像在一个独立的岛屿上面一样的。上面的就是其他的，它是一个半镂空的状态。看一下，我们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看看整体的环境。这有很多露台，很多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。这座白色建筑也很漂亮。刚才他们给我介绍的是一个露天的餐厅餐吧，我一会儿去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来开我们的房间盲盒名称，一个小小的3包。很漂亮的一个露台，呼呼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先看一下
它的一个大环境。这里真的是周末值得来的一个地方，不管是你带小朋友，还是2个人、情侣，都是很美的地方。猜一下这个是什么星座？当当当当，双鱼座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这个是我们的天蝎座，它是一个像一个比较大一点形容，就有点像个水泥罐车，但是很独特啊，它是可以开天幕的。一会儿我会详细讲解一下那个房间。然后继续我们下一个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刚才我就在那里开盲盒，一起陆续开。现在上到这个位置，看一下房间里面。这个是水瓶座。好，继续跑起来，我们的下一个房间。大家看一下，每个房间其实它的一个布局是不一样的。白羊座。白羊座长这样的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们设计一些每个星座的一些动物图案，可能会更加有趣吧。现在这一个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金牛座。好了，我们赶去下一个地方，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。猜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里私密性很强哦，一个拐角处，可以在这里坐着喝茶，然后聊天。这里是狮子座。我突然想起一首歌，就我们一个选秀节目出来的一个女生唱的，她的声音很酥的那种。7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。哎呀，有点嗲了哈。继续，我们的下一个。看一下这里是什么？哦，这里好像有人住的哦。这有人住了吗？没关系，我就拍一下就走了。哇，他们这里还有 barbecue， 还有一些烧烤派对，可以在这里烧烤。啊，摩羯座。这上面也会是吗？这是一个架着一个镂空的地方，我去看一下。这里很现代化，很科技感很强哦。整个下面我去下面拍一下，看，也很科技感的。楼梯上来以后，哇哦，哇塞，这里更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具有很现代感哦。而且这里如果是夏天，还有游泳池、游泳派对，适合一些几个人10人左右的一个团建，可以在上面搞一些派对，还可以游泳。那我们继续往前，
它这里的一个销售价格，大家可以去到各种的一些销售平台，因为每个平台他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攻略，然后提前在一些网络销售平台进行购买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价格会更加优惠，更加适宜。如果你现场来这里订购，不一定有房间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房间。哦，这个房间有人居住了，我们看一下吧。看一下，哦，这是什么星座？哦，这是海豚车，因为有人住了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往下走，这是一个叫海豚的房间，有一家3口在那里居住，一对夫妻带来一个小宝贝，他们应该是已经入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房间。哇，这个草好美啊，好漂亮，要是一堆一堆的更漂亮。这个是什么星座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不是星座，搞错了，这是天鹅座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下一个房间打卡。但这里没有靠近那个天坑湖的地方，这里主要是山景。我其实更喜欢那边天坑，靠湖会更加美。但它的12星座好像没有完结哎，看一下。哦，哈哈哈，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。仙女座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这里主要是靠山景的位置。再去前面走走，但它每个房间之间有很大的一个间距盾，所以一个私密性也是能得到很好的保护。这是什么座？这好像有人露营哎。飞马座好像有人，我们轻一点。对，这是飞马座。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叫做什么呢？看一下，逆犬座。跟狗狗有关系的一个名称。好了，那现在我要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餐厅，是一个3角形的一个餐厅位置，很美的。是一个花园餐厅啊，拍照打卡很出片哎。我们先看一下远景的，旁边还可以篝火晚会。我们去它的里面看一下。很漂亮的一个餐厅哎，一个花园式的小餐厅，很美。我们去2楼看一下。它这里有很多一些手工的图印画，
这是一个挑空的位置。这里有很多喝的，卖饼干啊，手工饼干，一些轻食都有。我更喜欢它的远景，远景看上去更漂亮。这还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的一个区域。现在我要带，等会儿，它这些石头也是做了很多的心思的，看到没有？有不同图案，看到没有？那我们今天主要来开一个天蝎座的房间里面，看看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。准备开门。进来以后，我的左手边是一个洗漱台，然后里面是洗澡的，看一下。右手边是我们的厕所。还有一个小沙发，一个窗子，然后是一个大的一个落地窗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正前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天坑水库。而且我们这个房间的话，它有一个神奇之处，就是它有一个天幕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打开以后是可以，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，能看到星星。看一下。而且如果是夏天，它有一个很好的防蚊虫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哈哈，门纸都关了。整个房间的布局也是很合理的，然后利用率也很高，整个空间也是特别大。你别看它感觉是一个集装箱里面一样的，但实际它的整个外立面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太空舱的形式。就是我对面的房间。床很软，很舒服。它的浴室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，很舒服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记得订阅关注。再见。